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医生会提醒67岁之后这6类手术能不做就尽量不要做。67岁以后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用了几十年的老旧机器，电线老化，零件松动，反应变慢，恢复变慢。有人可能想，坏了就换零件，难道不能让身体焕然一新吗？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年纪大了，每做一次手术，其实都是在考验整个身体的承受能力。就像一场赌博，风险远比年轻时候高。门诊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，家属急匆匆地拿着检查报告问医生，医生是不是必须马上开刀？患者本人倒很冷静，皱着眉头说，我其实不太想动手术。这时候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，反正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先进，开刀应该没事吧？技术再先进也没用，因为人的身体是真的老了。医生并不是完全否定手术，而是提醒一定要慎重，特别是一些看起来很常规的手术。年轻人做恢复快没啥大问题，但换做老年人往往就是一场硬仗，麻醉风险高，术后感染多，恢复慢，并发症一堆，这些都是残酷的现实。说到底，有些手术67岁以后真不一定非做不可。强调这些并不是在吓唬谁，而是基于经验的善意提醒。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手术不是解数学题那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一场赌局。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每少挨一刀都是为身体减少一次巨大考验。那么哪些手术是67岁后能避就避的呢？下面我们就深入来探讨这6类手术以及其中的缘由。首先要说的是胆囊手术，比如遇到胆囊切除，很多人觉得得了胆结石，开刀把胆囊切掉不就好了吗？常有人以为胆囊是个可有可无的多余器官，切掉没损失。然而现实并非如此。对年轻人来说，切除胆囊可能问题不大，但对67岁以上的老人，术后往往出现一连串麻烦。由于失去了胆囊这个储存胆汁的地方，消化功能明显下降，胆汁分泌失去平衡，吃点油腻就容易腹泻，甚至出现脂肪性的拉肚子，营养吸收也变差。换言之，年纪大的患者切掉胆囊后，常常吃不好，拉肚子，身体日渐瘦弱，生活品质可能每况愈下。而这还只是术后的一部分，挑战从麻醉的耐受到术中的稳定，再到术后的恢复，每一环对老年人来说都不是小事。如果胆结石没经常发作，没有引起感染，也没有造成胰腺炎的风险，医生其实更倾向保守治疗，透过调整饮食，服用帮助胆汁排出的药物，定期检查随访，往往比贸然开刀要安全得多。举个例子，70岁的老王半年前查出胆囊里有几颗结石，他的孩子一听说赶紧催着做手术，觉得早点把胆囊摘除省心。然而老王自己平时除了偶尔吃大鱼大肉时上腹隐隐作痛外，并没出现胆囊发炎或其他严重症状。他心里其实打鼓，不想挨这一刀。医生仔细评估了他的情况，结石虽然存在，但胆囊没有明显炎症，胰脏也没受牵连，于是建议先不急着开刀，而是透过清淡饮食、少油饮食，加上药物帮助消化，观察一阵子再说。一开始他儿女有些不解，觉得为什么不干脆一次解决问题。医生便耐心解释，老年人切除胆囊后很可能长期消化不良，腹泻不止，身体反而垮得更快。如果没有紧急情况，保守治疗其实是更明智的选择。就这样，老王采纳了医生的建议，避免了一场非必要的手术。果然，经过饮食控制和药物治疗，他的症状明显减轻，人也安稳地过了一段时间。从老王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，并不是所有胆结石患者都要急着开刀，特别在高龄人群中，三思而后行往往能避免手术带来的额外伤害。再来看看前列腺手术，许多老年男性都有前列腺增生，俗称攝護腺肥大的困扰。60几岁的男性出现晚上起夜频繁，小便解不干净，排尿困难，真是常见又令人头疼的问题。有些长辈因为尿尿不顺畅，整天心神不宁，确实挺难受的。于是有人想着去做个前列腺手术，比如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TURP 或者雷射手术，把增生的部分切掉，疏通尿路。然而
一旦年龄超过67岁，这类手术的风险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。手术途中可能发生大量出血，手术之后又可能出现尿液无法顺利排出的尿潴留，还有伤口感染的风险。此外，老年人的膀胱肌肉弹性变差，术后膀胱功能恢复得慢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正常排尿，需要反复导尿，日常生活极其不便。如果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慢性病，那术后恢复期往往会拖得更久，伤口愈合更慢，感染几率更高，身体元气大伤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其实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。例如，医生常开一些放松前列腺和平滑肌的药物，可以减轻排尿困难和频尿的现象。很多老人家吃药后症状大有改善，夜里也能多睡一会儿，不用频繁跑洗手间。以68岁的张伯伯为例，他近来总是半夜起床3-4趟，上厕所还得等好久才能解出一点尿，非常苦恼。家人心疼他，每天睡不好，曾经考虑让他去做前列腺电切手术。一想到要插镜头进尿道动刀子，张伯伯其实非常抗拒，但又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泌尿科医生详细检查评估后告诉他，他的情况暂时还不需要手术，可以先用药物治疗看看。于是开了阿尔法阻断剂等药物给他服用。几周后，张伯伯明显感觉排尿通畅了些，夜尿次数减少，人也有精神多了。现在一家人总算松了口气，庆幸没有贸然安排手术。由此可见，年纪大的男性遇到前列腺问题，不一定非得上手术台，先让专科医生评估严重程度。如果药物能控制，那就是既安全又省事的方案。当然，如果药物无效，出现严重尿潴留，甚至影响到肾功能了，再考虑手术也不迟。在67岁以后，多一分谨慎，就少一分后悔。第三类需要慎之又慎的是脊柱手术。腰酸背痛几乎是老年人的通病，像是腰椎间盘突出、椎体滑脱、脊柱管狭窄等等，在老年人群中非常常见。年轻人一旦腰椎疼痛难忍，往往很干脆的选择开刀解决，反正年轻恢复快。但换成67岁的长辈，千万别急着动刀。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问题很严重，骨头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脆弱，脊柱的稳定性本来就差。手术中固定脊椎需要钻动上螺丝，骨头软容易钻碎，增加了手术难度和风险。而且手术把组织切开后，脊柱一段时间会更不稳定。术后老年患者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休息，减少活动，但一躺时间长，肌肉就飞快萎缩，原本就松垮的腰背肌更没力气支撑脊柱。结果许多人开完刀，不但腰腿痛没有明显减轻，反而因为长期卧床和手术创伤，引发术区感染、椎体塌陷，甚至邻近的脊椎节段也出了问题，导致功能比术前更差。现实中确实有不少案例，老人家挨了一刀，本以为能重新站直腰板，却因术后感染不得不2次手术，折腾得更厉害。或者脊椎固定了上一节，过没多久相邻的下一节又退化滑脱，需要再次手术，反反复复陷入恶性循环。有鉴于此，脊柱外科医生对高龄患者都是特别谨慎，除非严重到威胁神经功能或瘫痪，否则一般先建议非手术的保守疗法，例如通过物理治疗、复健运动等，佩戴支撑腰背的支具，使用消炎止痛药物来减轻疼痛和发炎，配合日常姿势调整、肌肉锻炼，慢慢调理，反而更适合这个年龄段。以70岁的李奶奶为例，她多年来一直有腰椎滑脱和骨刺，最近走路稍远就腿麻疼痛，她的儿女心急如焚，想带母亲去做脊椎手术，一次治好。但是医生仔细检查后发现，李奶奶除了脊椎问题，还有骨质疏松、心脏早搏等情况。若贸然手术，脊椎螺丝可能因骨质太松固定不牢，心脏也可能受不了长时间的麻醉。于是建议她先做保守治疗，每天在物理治疗师指导下做腰背肌锻炼，出门时穿戴支撑背部的护具，并服用一段时间骨质疏松的药物来增强骨骼，同时配合止痛消炎药控制疼痛。几个月下来，李奶奶的腰腿痛虽未完全消失，但至少走上几百公尺不成问题，也不需要开刀了。对高龄患者来说，能不动刀就不动刀，这不仅仅是保守，
反而是智慧和责任的体现。如果手术后反而失去了本来仅存的一点行动力，那真是得不偿失。接下来不得不提的是眼科手术。眼睛的毛病在老年人中也很多，其中白内障最为常见。白内障手术现在技术很成熟，又属于微创手术，不少老人视力模糊了，就理所当然去排手术。然而67岁以上的人做眼部手术有一个巨大变数，合并的其他慢性病，比如许多老人家不光有白内障，还同时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等，一堆慢性病叠加在一起，意味着眼睛的微血管可能已经很脆弱，眼底视网膜、小动脉早就藏着隐患。这种情况下做白内障手术，一旦处理不周，术后并发症会比年轻健康的人复杂许多。常见的术后问题包括眼压突然升高、视网膜剥离、眼内感染等等，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让老人家视力急转直下，甚至比不手术还糟糕。特别是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，如果术前没有充分评估眼底情况，就匆匆把白内障晶体换掉，结果可能是白内障倒是除了，却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问题，导致术后视力不升反降。有经验的眼科医生在给高龄患者做手术前，一定会全面检查眼底含视神经的状况，评估慢性病控制得如何。如果风险太高，他们往往会建议延后手术或者放弃手术，以免好心办坏事。另一个在老年人中常见的眼病是青光眼。青光眼的手术更需要谨慎，因为它的风险和不可预测性更大。术后眼压不降反升，前房出血，眼球前方积血，视力骤降，这些青光眼手术的并发症对生活品质的打击极大。一位60多岁的张阿姨患有青光眼很多年，一直靠眼药水控制眼压，最近眼压波动比较厉害，家人觉得长期点药麻烦，又担心失明风险，就问医生能不能干脆做手术根治。医生坦率地告诉他们，张阿姨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适合手术，她有糖尿病，视网膜和视神经已经受损，加上年纪大，心血管状态也一般，贸然手术可能适得其反，不如继续药物控制，同时调整生活作息，定期检查。一听说手术有可能让视力骤降，家人才打消了硬要开刀的念头。事实上，高龄者在决定做眼科手术前，一定要和医生充分沟通，评估利弊。如果只是轻度影响生活的白内障，或者能用药物控制的青光眼，不妨多观察一阵。毕竟眼睛一旦出了差错，很难恢复到理想状态。对老人家来说，维持现有的生活品质，比冒险追求视力的完美更明智。第5类高风险的是膝关节置换手术。我们常听到老年人说膝盖痛，走不动路，有人就会建议换个人工膝关节不就行了。不少人把人工关节置换看成治愈关节炎的终极方案，觉得换了关节就能健步如飞。然而现实并非这么美好。67岁之后考虑换膝关节，一定要慎重又慎重。首先，膝关节置换是个大型手术，需要在膝盖处切开足够的切口，锯掉磨损的关节面，再安装上金属和塑胶的人工关节，整个过程对身体的创伤不小。高龄患者手术创面大，术后感染的几率就高，而且一旦感染，往往是深部感染，治疗起来非常棘手。其次，人工关节装进骨头里，可能出现假体松动或脱位，也就是关节不稳定、脱臼等问题。特别是老年人骨质不佳、肌肉力量弱，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。一些病人做完膝关节置换，没多久就觉得髂关节松了，走路又开始痛，甚至需要2次手术更换零件。另外一个潜在杀手是深部静脉血栓。年纪大的患者术后活动少，血液循环差，小腿静脉里很可能形成血栓。一旦血栓脱落，随着血液跑到肺部，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。这些风险使得高龄者做膝关节手术如履薄冰，必须非常小心。更关键的是，术后康复训练的效果决定了关节置换的最终成败。人工关节装上去只是第一步，之后需要长时间的复健训练来恢复膝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力量。可很多老年人受限于体能和意志力，根本无法完成艰苦的术后康复训练，结果就是
手术做了反而白做，最后膝盖仍然僵硬疼痛，功能甚至不如术前。有位67岁的王大爷，双膝关节炎困扰他多年，走路痛，上下楼费劲。他听邻居说换了人工膝盖后走路跟年轻人一样，心里很是向往。王大爷不顾医生反复提醒风险，一心想做手术。手术倒是顺利，但术后复健实在太苦了，每天要强迫自己弯曲膝盖练习走路，疼得大汗直流。王大爷练了没几天就受不了放弃了，导致膝关节囤积了疤痕组织，活动范围反而更差。1年后复查，他发现自己走路距离还不如手术前，而且因为活动少，身体别的机能也退化了不少。相较之下，他另一位70岁的朋友老刘同样膝盖疼，人家选择了非手术疗法，每半年打一次玻尿酸润滑膝关节，再配合止痛药，减肥控制体重，平时用拐杖辅助走路。老刘虽然膝盖还是有点痛，但生活基本能自理，还能每天散步买菜照顾孙子。他常庆幸自己当初听从了医生建议，保守治疗虽不能根治，但好歹保住了行走的尊严和自主。透过这2位老人的对比，我们不难明白，人工关节置换并非万能的终极方案，特别对高龄患者，手术效果受诸多因素制约。其实很多老人的膝关节疼痛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改善，比如关节腔内注射润滑液，服用消炎镇痛药，进行步态矫正训练，物理治疗、热敷、水疗等，再辅以控制体重，减轻关节负担。这些方法也许不能让你重返年轻，但完全可以减轻疼痛，提高生活品质。与其铤而走险做一台大手术，不如先试试这些低风险的方式，或许能让你不开刀也多走几年路。最后要谈的是最极端也最让人两难的肿瘤手术。年纪大了，万一查出一个肿瘤，不管良性恶性，都足以让一家人陷入巨大的焦虑。家属十有八九会坚决主张马上手术，绝不能拖，生怕拖延就错过治愈机会。毕竟在大家传统观念里，癌症肿瘤不切除干净等于宣判了死刑。然而对于67岁以后的高龄患者来说，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，许多肿瘤在老年人身上进展其实没那么快，反而是手术带来的创伤和风险，可能成为压垮老人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举例来说，结肠癌、肺癌、肝癌这些常见恶性肿瘤，如果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，又合并多种慢性病，开刀动不动就是大范围切除，手术不仅未必能显著延长寿命，反而可能让患者仅剩的日子生活品质急剧下降。高龄患者手术后由于抵抗力差，常常伤口愈合不良，反复感染，需要反复住院。有些老人熬过了大手术，却没熬过术后的并发症，导致提前离世，令人痛心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临床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发现癌症就坐以待毙不作为，而是说在决定治疗方案时，要充分考虑患者的年龄、体质和意愿。假如一位高龄患者的肿瘤还处于早期，而他的身体状况也算硬朗，那手术仍然可能是值得的选择，可以达到根治或长期控制的目的。但如果肿瘤已经扩散严重，或者患者本身体弱多病，那就要慎重权衡。医生往往会建议这类患者考虑非手术的疗法，例如姑息治疗、靶向药物治疗、局部放射治疗等等。这些疗法的目标不是一味追求完全清除肿瘤，而是控制病情，减轻痛苦，让患者能安稳体面地度过余下的时光。举个例子，70岁的林婆婆被诊断出晚期卵巢癌，肿瘤已经扩散，伴随心肺功能不全。她的子女起初坚持要求手术，希望拼一把延长妈妈生命，但妇科肿瘤专家仔细解释了其中利弊。如此高龄体弱的身体状况，强行手术恐怕难以平安度过恢复期。即使切除了肿瘤，术后可能连下床活动的力气都没有，生命最后阶段反而在重症监护室中度过。林婆婆自己也表态，更希望少受罪。于是在家人理解下，他们选择了保守的治疗方案，先用低剂量化疗药物控制肿瘤的生长，同时针对疼痛和症状进行姑息治疗。林婆婆虽然没有经历大刀一挥的戏剧性好转，但后来的日子里，
他在家人的照料下比较舒适安详地生活了将近1年，最终安然离世。反观另一位69岁的李大叔，诊断出肺癌后，子女坚持让他做了大手术，切除了半个肺叶。手术过程虽顺利，但术后老人家因肺功能下降，一波三折地插管上呼吸机，后来又发生了严重的肺部感染，不幸在术后2个月就离开了人世。这2种结局没有高下对错之分，因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考量和选择，但他们提醒着我们，高龄癌症患者追求的目标不仅是延长生命，更是维持生活品质。如果积极治疗能兼顾两者，当然最好，但如果所谓积极手段让患者活得痛苦不堪，尊严尽失，那我们就该停下来重新思量。毕竟活得久和活得好孰轻孰重，答案应该因人而异。但对大多数饱经风霜的长者来说，活得有尊严、舒适，有时比苟延残喘更可贵。综上所述，67岁之后，人体的各项机能走下坡，任何手术带来的风险都呈指数级上升。这并不是医生变得保守了，而是无数案例和经验在告诉我们，身体的底线就在那里，不容逾越。老年患者麻醉耐受差，可能一点麻醉药就引起血压骤降或呼吸抑制，伤口愈合慢。年轻人1周长好的伤口，老年人可能拖上1个月还红肿渗液，免疫功能下降。手术后小小感染都可能酿成肺炎或败血症的大问题，还有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增加。不少老人手术全麻后出现一阵子意识混乱、记忆力下降，甚至再也回不到原本敏锐的状态。这些问题年轻人也许难以想象，但老年患者却真真切切的在经历。所以请记住，手术从来不是万能的药石，更不是医疗的最高境界。真正高明的医疗不仅在于会开刀治病，更在于知道什么时候不开刀。选择保守治疗绝对不是放弃治疗，而是在特定情况下更适合患者、更明智的治疗方式。千万别把手术当作最后的希望，而径自冲向手术台。手术应该是万不得已时的最终选择。如果有一天医生仔细衡量后对你说了不建议手术，请不要以为他是在怕麻烦、不负责任。事实正好相反，他是知道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扛不住这样的折腾。这样的劝阻恰恰是负责任的表现，是智慧而非懦弱。同样地，作为患者和家属的我们，也要学会问对问题，与其问能不能做这个手术，不如问做了这个手术之后，我的身体还撑不撑得住。当我们开始用这个角度思考问题，就能更理解医生的用心良苦。不要被微创、先进、恢复快这些字眼迷惑了双眼。医疗技术确实日新月异，但人的身体无法像手机、电脑那样随时升级换代。我们绝不能拿67岁的身体去做60岁甚至40岁时才能轻松承受的事情。很多时候，对于高龄的父母和长辈来说，活得舒服比活得久更重要。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懂得适时按下停止键，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。总而言之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清醒的认识和尊重。每一次手术都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万全之策，而不是病急乱投医的冲动决定。希望大家记住今天分享的这6类手术，在67岁以后尽量避免。当然，更希望各位长辈都能保持健康，不用面临做这些手术的难题。记住，慎重选择，理智面对，能不开刀就不开刀，让我们的黄金岁月过得更有品质、更有尊严。